我本科毕业于世界排名1000名以外的学校，全程 DIY 自己申请到了世界排名各大学的硕士项目。如果把留学申请当做一场游戏，在整个申请周期中，你将扮演4种不同的角色，不找中介，完全靠自己，有办法申请到好的大学吗？我本科毕业于世界排名1000名以外的学校，全程 DIY 自己申请到了世界排名前10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硕士项目。时隔2年，硕士毕业之后，我又跨专业申请到了教育学领域的顶尖学府 UCLA 的博士项目。这不是马上就要毕业了吗？所以我想在毕业之前，我的2次留学申请的经验和大家分享，普通人普通背景如何赢得名校 offer。其实出国留学对我来说真的是迄今为止最勇敢也最好的决定之一。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最后成功了，而是整个过程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如果把留学申请当做一场游戏，我们要怎么样升级打怪呢？整个申请周期，我建议你拿出1年半到2年的时间来准备，当然是越早越好。在整个申请周期中，你将扮演4种不同的角色：侦探、士兵、考古学家和创业者。在申请的第一阶段，你将扮演侦探，为期2周到1个月。侦探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信息和识别短板。搜集信息很简单，就是列出一个学校名单，其中包括1所Dream School， 就是你最想去的学校；3所 Realistic Schools， 你踮起脚尖就能勾到的学校；再来2所保底学校 backup choices， 就你比较有信心能够拿到 offer 的学校。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比例。我当时是申请了英国和美国一共10所大学，主要是美国学校为主。身边有人申请20所、30所，甚至是100所的也有。当然100所是靠自己是不太可能的，是找了留学中介。但是我并不推荐广撒网。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，与其每一所学校你都拿出1%的精力去申请，不如精而专的挑几所学校，认真的拿出自己100%的努力去准备。信息的渠道呢，主要有学校官网，你相熟的教授，或者已经毕业了的，已经出国留学的学长学姐，还有留学论坛、社交媒体。但是不要只靠名气大，只看排名。其实更重要的是，是不是和你自己的个人目标和你的实际情况相匹配。留学申请其实就像是谈恋爱一样，并不是说是条件越好越适合成为男女朋友，而是最适合的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接下去就是整合信息，用一张表格列出所有你搜集到的信息，包括学校名称、项目名称。一所学校你可能申请好几所项目，每位教授你想与之共事，他今年是否接受新的学生，这个你就可以通过发 email 来直接问他项目长度申请材料有哪些，具体的要求是什么，这个一定要看得非常仔细。比如哈佛大学的教育学院，它要求 GRE 的 writing 是4.5分，而芝加哥大学要求托福的成绩是单科要达26分以上。所以不仅要看总分，还要看单科的分数是不是有具体的要求。申请的截止日期、学费、奖学金、生活开销，这个虽然只是预估，但是每个城市的生活花费真的是相差非常大。侦探的第2个任务就是识别短板。整个申请的材料像一个木桶，每个申请材料就是木桶的每块木板。GPA、GRE、托福、雅思你的简历、writing sample、personal statement、recommendation letter。而最终决定能拿到哪所学校 offer 的，并不是最长的那根木板，而是恰恰是最短的那根。所以识别短板其实就是让你能够有的放矢的去弥补你的短板。OK， 申请的第2个阶段，你将扮演士兵这个角色，为期1年到1年半。很多人想到士兵，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意志力、自律这些词。作为一个曾经做什么事都是3分钟热度的人来说，
真正行之有效、有用的其实是培养微习惯。第一步，打造一个让这个习惯形成非常容易的环境，排除那些会让你分心的因素，包括说你的手机最好放到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，或是开启飞行模式。第二步就是制定非常详细的计划。我是从早上起床5点半到晚上睡觉10点钟，这中间的每个小时我都会安排好要做什么。这是一个 sample schedule。是我想强调的几点。Study block， 我是以2小时为单位来进行学习，你也可以用半个小时、45分钟、1个小时，这取决于你能够有效专注的工作多长时间。如果你用番茄学习法，工作25分钟，休息5分钟，这种更适合你，当然 go for it。但如果你像我一样，在转换不同的学习任务的时候，其实会耗掉一部分的专注力。每次再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学习任务的时候，我可能需要10到15分钟才能够真正的安静下来，专注进去。那么你可能就适合稍微长一点的 study block， 然后来减少这些专注力的损耗。其次，我要强调休息的重要性。我会在2个 study block 之间设置一个短短的5到15分钟的休息时间，可能是拉伸一下，也有可能是喝杯水、吃点坚果、吃点水果，或者是眺望远方。如果真的太累了，你也可以 take coffee nap， 喝杯咖啡，然后休息个10分钟，睡10分钟这样子。不要小看这些短短的休息时间，其实我们的大脑就好像电脑一样，在认真的高效的工作几个小时之后，我们是需要关机重启一下，接下去的工作才能够更加顺利。睡眠也是非常重要。研究表明，我们人是需要睡到7个小时才能高效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。而且最新的神经科学也指出，我们人是在睡眠中整合知识，整合我们的记忆，让我们白天所学习的这些短期的知识成为长期的记忆。所以睡眠不仅仅让我们的身体大脑得到休息修复，也是其实让我们学习更加事半功倍。所以千万不要为了多学那么10分钟、半个小时而休息掉你自己7个小时、8个小时的睡眠。另外，一个好的计划其实是可执行、可持续的计划。如果你一周只能工作20个小时，可能要上课，可能要工作，那么你就不要设置40个小时的计划，除了让自己非常疲惫、压力很大之外，真的没有什么用。申请的第3阶段，你将成为自己的考古学家，为期3到6个月。在这段时间，你要完成申请文书和推荐信这2项非常重要的东西。所以前期只要我们达到了那些硬性条件，那么真正的加分项、真正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部分。其实做考古学家就意味着回顾自己过去的经历，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，你采取了怎么样的行动，你积累了怎样的经验，甚至可以追溯到家族的历史、国家的兴衰、全球时事，把自己个体的小小的经历放到更大的环境当中去，把这些看似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经历连接成一个完整的脉络，用一条完整的故事线来向招生委员会展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拥有怎样的潜力，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心和热情。主要呢，你要回答以下这些问题，包括为什么想申请这个项目，我的兴趣点在哪里，我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，为什么想与这位导师共事，他能够帮助我什么，我在求学阶段想要实现的目标，以及毕业之后我长期的一个职业目标和规划。在你完成初稿之后，我非常建议你找有经验的学长学姐来帮你做指导和修改。当然，如果你可以找你相熟的老师、教授，特别是那些自己有留学申请背景的那些教授，也是非常好的资源。或者也可以利用留学机构的那些文书修改服务，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外包给正在就读的学长学姐们。因为之前有文书机构甚至一些学弟妹们来找我做文书的指导和修改，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方式。我也非常推荐大家
有一个 fresh eyes 来看一下你的申请文书。有的时候真的是旁观者清，可能我们自己在写这个申请文书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，已经看不出它的缺点在哪里了。在这个阶段，你同时要成为一个创业者，想象创业者慷慨激昂、描绘蓝图的那个样子，把自己当做创业者，向申请的这些学校大胆的夸奖自己，不要害羞。你不教自己夸，还要拉上你的推荐人们一起夸，全方位的夸。但是一定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。再来说说推荐信，推荐信呢一般是3封，尽量推荐人能够找背景多元一点比较好。多元包括不同的系所、不同的学校甚至是不同的国家。如果这么多元背景的人都一致的夸你，一致的说你好那么其实这才是更能令人信服的。推荐信的内容最好是能够印证你 personal statement 个人陈述中所说的个人特质，同时要加一些你不好意思说，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比较好的那些特点。一个小 tip， 在问教授要推荐信的时候，建议直截了当的问是否能给我一个 strong recommendation。如果教授回答肯定的话，那当然最好了。接下去下一步就是列出2到3点你想要教授在推荐信中强调的你的个人特质。有一部分是重复你 personal statement 里面说的，有一部分是你希望借教授之口向招生官展示的你的一些个人特质。你看，其实并不需要一个完美的背景才可以拿到名校 offer。既然我可以，我相信在看视频的每一位，你们都可以。重要的就是要有策略，要耐心，要坚持。可能这段旅程你才刚刚开始，但是请相信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，从普通背景走向顶尖学府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分享有价值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如果你还想听我继续分享留学申请相关的内容的话，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